本节目由幻彩人像视频在我眼里你会发光 OPPO Reno5 系列冠名。人像视频会发光 ，Reno 探案心不慌。本节目由幻彩人像视频 OPPO Reno5 系列独家冠名播出，跟随灵魂找到你，一起上 Soul 玩推理。本节目由1亿年轻人都在玩的社交平台 Soul APP 赞助播出。打开百事，助攻破案。本节目由打开百事把乐带回家的百事可乐赞助播出。要当名侦人，就到 M 城明星大侦探长沙旗舰店即将来袭。下载小芒 APP， 名侦同款抢不停。灵魂搭档已到位，大家群聊派对集合，一起探案吧！多人群聊，更多灵魂碰撞。线索的突破点也太难找了。有办法了，寻找更多伙伴，一起来群聊派对探讨吧。跟随灵魂找到你，一起上Soul玩推理。下载Soul APP， 搜索推理，参与精彩活动，赢金条。凶手在现场留下一颗咬过的带血苹果，这苹果上的印记到底是谁留下的？凶手就是你！凭什么指认是我？因为你牙齿敏感，不敢喝冰水，而牙龈出血脆弱的人也容易有牙齿敏感，这就是最好的证据。送你一支舒适达红蓝管，改善牙龈红肿出血，保护敏感性牙齿，2大问题一直对抗。本节目一共7位玩家，在每期设置的游戏剧情中，分别有侦探、嫌疑人、真凶3种身份。游戏设置双侦探模式，真凶隐藏在嫌疑人之中，只有真凶可以说谎，只有找到真凶，玩家才获胜。游戏设置侦探酬金，每期抽取角色卡时，每位玩家将获得1根金条。如果真凶逃脱，则真凶获胜，其余玩家将所有金条交给真凶。如果抓住真凶，则投票正确的玩家保留金条，其余玩家需归还金条。2位侦探各自投票，若2次都投对，则均可额外获得1根金条。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my party tonight. 今天是我们致敬电影《在逃公主》的蒙面舞会。现在是晚上9点钟，有不干净的东西混进来了。朋友们，欢迎你进入到这个最迷人的世界，让我们快乐的舞蹈起来 ！Music, music！ 都上牛了还。哇，这高跟鞋，这怎么混进来这个蓝的衣服的？是不是没有想到音乐还不够，假装有音乐继续？还没完呢，还没完。好，往后来，对，来，准备啊，好，来。
来人呐！真影后死了！什么声音啊？什么声音？来人呐！来人呐！真影后死了！什么人？真影后死了！什么情况？2楼的朋友快点下来！我的天哪！好像有点不妙呀。2楼的朋友下来，真影后死了。楼下为什么躺着一个人？好喘啊，走了好长的台阶，辛苦了，好喘啊！怎么回事？哦，姐妹啊！嘿，朋友哦，这是我请来的李高音，是我的好朋友。你好，李高音。高老师。但我刚才发现他好像是对嘴型的。原唱在 VIP 1包间坐着呢。告诉大家一件事情啊，请准备好你们的惊讶，好吗？因为是这样的，6季以来，这是第一次有侦探亲眼目睹了整个杀人过程啊！我亲眼见到一个穿着红色斗篷的人当着我的面杀掉了真影后。不玩了，今天这个不玩了。暴露了。被看到了，你也要继续演下去。不玩了。不是，你看到凶手为什么不抓住他？现在我不能说的那么清楚，我重点是要讲，这是一具会移动的尸体，因为案发的时候我亲眼见到他把真影后杀死在服化间的沙发上，可是当我要拿钥匙去打开这个服化间的门的时候，我想从这边楼梯上发现他居然又迅速移动到了这个楼梯口。什么啊？尸体移动啊？是的。人那个怎么了？我老公去哪里了呢？你有老公？谁允许你有老公？叫什么？你管得太宽了吗？他有老公需要你的允许，谁允许你允许他有老公？救命啊！救命啊！我怎么听到有人求救啊？救命啊！听到了，在那里。很微弱的求救声。救命啊！柜子里。救命啊！我天，这里面有个人。柜子里有个人。哎呀，幸亏我高，不然我都看不到2楼的情况。幸亏我也高。救命啊！是你老公吗？是不是你老公？出是你老公！快点把我老公救出来啊！快弄出来！帮我呀！我不想知道你怎么出来，你就是怎么进去的，你怎么不知道啊？我就是好软。你得这么蜷着。老公，是你老公吗？确认了吗？是最后一下，是他吗？你干嘛？你怎么会在柜子里面呢？对啊，你去哪里了？我被穿着红色斗篷的真影后迷晕了。红色斗篷，迷到脑子一片空白，双腿发软，然后我也不知道他对我干了什么，最后就进去了。关键他说是真影后，而且迷晕了，而且更重要的是不知道对他干了什么。双脚发软，最重要的是。啊！哎呀！啊！天赐良机，天雷滚滚。等一下，朋友们，你们来到我的 party， 能不能除了那些绯闻轶事，稍微关注一下这里出了人命，好不好？
因为李高音呢是我今天邀请来舞会表演的全程最著名的高音艺术家哦。他来了之后立刻上台，案发的过程当中他一直在台上演唱，所以他是完全没有嫌疑的。我今天和李高音将成为侦探。现在是2001年2月4日晚上10点10分，在侯莱坞影院豪华宴会厅发生了一起命案，死者是真影后，女，30岁，是大名鼎鼎的新晋影后，死于宴会厅到1楼的楼梯口，一件红色的斗篷散落在尸体旁，而今晚杀死死者的凶手就锁定在你们5个当中，分别是。我叫张飞炳，今年30岁。我是欧主妇，我今年25岁。我是陈导儿。陈导儿。哦。我28。我叫刚引发，金银花的意思。今年20岁。我是撒记。撒记给谁看？撒记者。2可爱。好，现在我们移步到宴会厅，大家说一下自己不在场的证明。Follow me。相信大家都认识我，我是侯莱坞拥有全部影院的影院大亨何影。啊，何老师，你好，你好，你好。想要跟我合影吗？想要跟何影合影吗？但是呢，相比我的影院生意，我更有名的是我每周会在这个豪华宴会厅举办的主题舞会，可以说是非常高端的一个聚会。大家知道我这个规格的 party 是必须有邀请函才可以来的，所以呢，我想依次让你们给我看一下你们的邀请函，同时呢，再做一下详细的自我介绍。我觉得我受到了侮辱，凭什么看我们的邀请函？因为这些要么就是餐饮大亨，要么就是这个美女，要么的就是名导。我要看的邀请函就是一些不三不四的人，你说我看的是谁？说一说详细的自我介绍和真影后认不认识？我们从欧先开始。来，这是我的邀请函。好，没问题。我是亮绝好莱坞艳压名媛圈的欧主妇，大家可以叫我欧欧子。那我的老公呢，是我们好莱坞老公，非常著名的餐饮业大亨。其实我跟真影后呢，就是在这种上流的名媛圈，经常开 party， 经常见面。平时我们会交流一些包包啊、服装啊、穿搭之类的珠宝啊，这是女生姐妹的话题。对对对。那认识了大概有2年的时间吧。认识2年。下面到张先生，您的邀请函。我叫张飞炳，这个侯莱坞。侯莱坞是什么？你到动物园了？你侯莱坞？侯莱坞那个唯一一家8星的米其林餐厅是我开的。就别人呢都是靠颜值、靠才华，或者是靠财富进的侯圈。我不光有这些，我还有飞饼。我以为你会提到你的妻子欧主妇，你这半生过得痛苦吗？没有，非常幸福。你还装？刚才他飞饼俩字一出来，你脸都白了。我怎么能跟飞饼并列放在一起去？你还不如飞饼，我估计在。怎么可能？对。老公，你告诉他们。你怎么能跟饼相提并论？对，你就是个调料。好，我跟那个死者的关系呢，就是普通朋友，也不是很熟。我陈。到你了，你别动我！邀请函拿出来。最讨厌的就是你们这些人。我们这些人，你啥意思啊？我感觉受到了冒犯。等会儿就知道了。好，这是你的邀请函。我要看一眼，这种不三不四的人怎么会有邀请函？陈导，没错。我是一路拍进好莱坞的陈导。
死者是我太太。什么？甄影后是你太太？对，我们俩是拍关系。首先第一个拍呢，因为他是演员啊，你我是导演，他演戏，我拍戏，这就是拍。第二呢，因为我们俩在这个好莱坞特别有名，那我们一出去呢，就会被很多的狗仔拍。哦，你说这都是私人的生活，有什么可拍的？有什么可拍的？就是很烦这种人，拿别人的隐私当成自己谋生的工具，没有道德。结婚多久？2年的时间吧。OK 啊，然后今天正好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是不是应该适度的稍微表示一点点的悲伤？因为刚才你说完她是你妻子之后，也没有任何的悲伤。Action。唉，今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没了。你还是适合导戏，不适合演戏。有个演员开始评价导演了，是吧？我觉得你还是面带幸福。有狗仔开始评价导演了，是吧？我狗仔想评价谁评价谁。来，萨记者，干什么？交出你的邀请函。我没有。拿着。你这样对客人真的很不礼貌啊！你真的有邀请函啊？你从哪儿偷的？买的。你还有水印是吧？你这儿啊？防伪。给我们40分钟啊，我们查一下。时间过去了40分钟。很遗憾，这确实是我们发出的邀请函。太遗憾了。很遗憾，我收到了这样一张没什么价值也没什么含金量的邀请函。我就是你那个词儿叫什么来着？亮绝好莱坞，艳压名媛圈。我就是帅绝好莱坞，艳压媒体圈的萨记者。哎呀，烦死了！怎么还带抄袭 slogan 呢？你作为一个文字工作者，你如此照搬呐！我们的标题都是这么来的，只改了3%你。你跟甄影后认识多久？我跟甄影后不算认识，我偷拍人家，我总不能说认识人家。好，来，我们金银花。何颖老师，欢迎你！谢谢大家今天邀请我来。我呢是好莱坞新晋女星，我的名字非常的下火，但我的颜值非常的上火，我叫金银花。哎呀，上火了，上头了都。你跟甄影后认不认识？我跟甄影后不熟，如果说非要有什么关系的话，那就是前仆后继的关系。他前仆了，我后继了。好吧，说完了。稍微适度的控制一下你的喜悦好吗？这毕竟是一个……不要太明显表现的像。不是，也是有一些震惊的。好，我现在大概了解了一下，有人跟他认识，有人在2年前跟他结婚，有人偷拍他，有人嫉妒他。那现在呢，我们要把今天晚上的这个时间先为大家梳理一下。首先拜托一下李高音，跟我们大家再一次宣读一下我们邀请函上今天的时间安排。今天舞会的流程是从晚上的8点到8点半是一个来宾入场的环节，晚上的9点何老板致欢迎词。9点10分到9点50分，全员舞池集体蒙面舞。10点超级 VIP 专享嘉宾助兴表演。12点的时候是全员揭面的狂欢时刻。这就给凶手制造了一个可乘之机，因为在9点10分开始到12点，他知道大家都是蒙面的。然后我当时在开始表演前是跟1、2、3号卡座的客人都点头致意过的，然后也可以确认他们在我唱歌的过程中是在现场的。然后这个歌曲本来是15分钟的长度，在我唱到第10分钟左右的时候，我发现何老板在向我们高呼“死人了”。今天大家是不是都是按照这个活动时间表来安排的？有没有在今天见到过死者？见到的时候有没有特殊的情况？欧先说，
我非常遵守我们何颖先生的这个邀请函的schedule，然后8点钟来的。我8点05分在前台的时候有碰到甄影后。然后他去问前台说，我的老公在哪里？我当时说，他为什么要问我老公在哪里？然后前台就跟他确认，你是问张飞炳吗？他说是的，他把面具摘下来了。所以我确认那个人就是他。对。后来就各自去跳舞了，去 social 了。好。然后我10点钟的时候去了洗手间补妆。来，8点05分被询问的这位先生。8点，我和我老婆来到这儿，我看到甄影后了。等于在前台当时有3个人，然后影后把面罩摘下来了。那我想问一下，你当时有没有揭下面具和他相认呢？没有。后面还有再见到他吗？9点半的时候，我去甄影后的那个 VIP 室。就是我们发现你的这个地方，对吗？对，去甄影后的 VIP 室，就是找他有点事儿嘛。结果他说他要杀我。当时呢，已经把我迷晕了。在你晕乎乎的，他跟你说他要杀掉你。对，我今天就是冲着杀你来的。但是呢，我一直和别人待在一起，他没有机会下手。他说没想到你自己就送上门来了。但是我现在约了人有点事情。我现在约了人有点事情。好，一会儿回来再收拾你。10点钟你在哪儿？你做什么？睡觉。在哪？哪里睡觉？柜子。柜子。哦，对。他老婆当时就急了，在哪里？和谁？假发套都歪了，气的。陈。今天我一切都是按照你们的流程来做的，谢谢。然后呢，我跟我的太太已经有几天没有见到，毕竟她是演员嘛，然后再一个她本身也比较任性，所以呢，她一段时间没有出现在我的视野里，我也觉得很正常，所以也没有起疑心。对，你今天也没有见到她？今天也没有见到她，一整天没见到她。对，我最后一次见她就是2月1号。看杂志啊，看杂志啊，出大事了，出大事了！看杂志啊，看杂志啊，出大事了，出大事了！看杂志啊，看杂志啊，出大事了，出大事了！1秒入戏，杂志啊，出大事了，出大事了，出大事了！突然间按到你按钮了，开始了。这就是我的杂志，叫 FS， 烦死 Friday See You。这个杂志里面都是最劲爆的消息。本周我们出版的杂志是惊爆。乌镇公主甄影后神秘失踪，幕后黑手竟是他。是谁？看杂志了，看杂志了，10块钱，10块钱。侦探上马也可以。我不知道为什么对这种东西我并不是很有兴趣。来，撒记者，你见没见到？没见到，没见到。我今天晚上来了舞会，就按照你们都说拍他了吗？的要求，我今天没拍，给你们开玩笑。我今天都没带家伙，拍啥？来，我们的新晋影星金花。后浪。我也是晚上8点准时到达，穿着我冰雪女王的服装到处搜索，然后拉人就问 Do you wanna build a snowman？ 然后后面都是按照时间走。你有没有见过甄影后？没有。从刚才的这个讲述里面，我们只有2个关于甄影后的时间点，一个是8点05分他在前台出现，另外一个时间点是9点半钟，是张飞炳自己去到了甄影后的休息室，跟他有了短暂的一个对话，同时被迷晕了。我们也知道，今天甄影后本来要对张飞炳下手。告诉大家一件事情，从现在开始是演技考验的时间。考验你们的惊讶表情，因为我希望你们做到10集。6季以来，这是第一次有侦探亲眼目睹了整个杀人过程。
今天晚上的10点是我准时要开电话会议的时间，我呢就在办公室，那个气势恢宏、亮着2盏灯的这个办公室，我在那儿准备我的电话会议。我刚进办公室就看到旁边的孵化间亮着灯，大家应该看得非常清楚。在我的办公室跟孵化间之间只有一道玻璃门，所以里面的事情我看得一清二楚。我亲眼见到一个穿着红色斗篷的人在孵化间里面用一个金色的摆件向坐在沙发上的人进行了攻击，砸过去之后，坐在沙发上的人歪倒在了沙发上。我亲眼见到了歪倒在沙发上的人就是甄影后。因为我有这个孵化间和我办公室之间这个门的钥匙，我就拿到这个钥匙，就要打开这个门，去抓住凶手。不知道为什么打不开，于是我就拍着这个玻璃门大喊杀人了。这个时候看到穿着红色斗篷的人打开了孵化间的另外一个门，跑了出去，同时把门关上了。我从我办公室的门出来之后，我就去到了孵化间的另外一个门，发现关上之后我必须用钥匙才能打开。但是这个时候我透过门上玻璃窗看到了甄影后还倒在沙发上，然后我就从这边这个楼梯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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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咚下到了1楼。我在这个前台拿到了这把就是孵化间的那个门的钥匙。然而这个时候我却意外地发现甄影后的尸体瞬移到了1楼，要上2楼我们宴会厅的这个楼梯口。还有一点小疑问，就是为什么当时要通过这条楼梯重新上去，而不是说原路返回呢？你看，是这样的啊，我从这儿跑下来之后，到前台拿了钥匙之后，我转身要上楼梯的时候，尸体在这儿。那么现在我想请大家初步帮我开开脑洞，就是这个尸体的瞬移到底是怎么发生的？有没有别的可能？您在整个案发过程中，您有感觉到对方的凶手知道旁边办公室有个人在看着吗？有，因为我拍门了。对，他知道旁边有人，他为什么要杀人？就杀给你看的，就是让你确定这个时间点有一个红斗篷杀了个人，而且隔着玻璃，就是给你看的。我怎么能够不知道他是杀给我看的呢？因为10点钟我能开电话会议是惯例，所以这个一定是个障眼法。是，肯定是障眼法。我是问他是怎么做到的。全息投影。金银花说是全息投影，2001年的全息投影。他那个沙发下面可能有个通道，直接坐个滑梯就下到1楼。也有可能。或者还有一种可能，最简单的就是在你跑下楼去拿那个钥匙的这几分钟，凶手其实根本没有逃走，他可能就在旁边的某一个地方，直接他又回到这个房间，把人拖到那儿去了。因为我刚才看了一下，我八卦记者的眼里，死者的脚腕子上有红色的，感觉被拖拽的那个印记。但是有一点是我亲眼见到他在我面前把门关上了。而这个门呢，就是关上之后，从外面不拿钥匙是打不开的。那肯定他有一把钥匙呗，仅此一把，不可复制。前台保管。那再分析吧。但是有一点我必须要提供给大家一个很重要的信息点，其实大家肉眼可见，我们家非常的大，就是说这个楼梯比你想象的长和高，是需要花一些时间的。所以你刚刚说的有人打开门，这个是有可能的。对。有可能的，只是他怎么打开的门。是的。我觉得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
因为它本身就是做给你看的嘛。因为你看到的这个人是拿一个东西从侧面砸他的，对吧？不是从背后袭击的嘛。如果是正常有意识的人，他一定会起来反抗。所以我觉得他人可能已经死了，有可能要么是死了，要么就没有意识，有可能是昏迷的。啊，他是活是死你不知道啊？他坐在沙发上被砸的时候，他就倒下去了。对，我并没有看到说，没有争执的过程。对，你确定真影后你看到他脸了是吧？对，这个也是我想跟您确认的信息，就是你确认绿色沙发上那个被砸倒的是真影后，确认。如果没有另外的情况，我亲眼见到拿金色摆件砸在真影后的这个人就是真凶。可谁有时间能做这样的事儿呢？如果是现场有3个人已被目击，就是金、萨、陈在这儿的话，在卫生间的欧和自称在柜子里面晕倒的张是有可能的。你是在厕所是吧？2楼的。我在厕所的。哦。人呢？啊？我老公去哪里了呢？我们在没有入场的时候，就没有听到你惊呼的时候，只有他一个人是不在现场的吧？我们到现场之后，只有他一个人是不在的。对。投票吧。这么快就锁定了？朋友们，我们开始搜证了啊！第1轮现场搜证，7名玩家同时取证，每人可使用幻彩人像视频 OPPO Reno5系列拍摄10张照片。看神器用 OPPO 拍。我猜这个是我的 C 位。我拿的肯定是你的。你看。成了，成了，来，交换一下信物，互相指认成功。来，这是那个他下楼的楼梯对吗？楼梯，对。走到这儿来，他到这儿拿钥匙，拿完钥匙以后一回头，发现那个死者在那边的楼梯口。走吧，去现场看看。天哪！哎，快看！怎么了？怎么了？这还没干，这吃的。地面有水迹。下楼快点！哇，这下个好长的楼梯啊！你下楼梯得这么下。你别踩了自己。这还有血。哦，有血，是有血的。所以这是拖过来的呀！啊，等一下，这全是血，这里有血迹。这个等一下，这个水有可能是不是别的东西？这有可能是油哎，我觉得有一股油的味道。哎呀，你的蝴蝶结油，我确认这是油。你都弄了一身了都。不想弄脏我纯洁的双手。哎，你这个它是砸到哪儿了？那个砸的头，脑袋后面。你去看一下。Sorry， 要翻一下你来。这后脑部有一个，这应该致命了。哦，这里有。还有一个问题，这一路上都有血迹。哎，等，脚底下有没有油？真是哎，这底下全是油，哇哦，你好聪明！我知道了，那一滩油是专门有人倒在那儿，就等着它一会儿，就跟我们小时候的香蕉皮是一个功能。他怎么知道他一定走这个位置呢？我要去看我想看的房间喽。中午见。哎呦，
我们好莱坞乌镇公主真影后神秘失踪，幕后黑手竟然就是她的丈夫。我的妈呀，惊悚的。这边有什么？哎呀，哎呦，哎呀，完了完了！在逃公主。哎，你哪个项目是最重要的？在逃公主是获奖影片。在逃公主获奖啦？对啊。厉害死你嘞！夸的就是这么直白吗？厉害死了！时间还有5分钟。哇！他们家是厨房和化妆间一体的呀。呀，还有一个绿色的榔头。绿色的榔头是什么意思啊？有东西，这是个什么？这是个饼啊！这是个饼啊！这后面应该没有东西吧？哇，还好我手快。什么意思啊？欧主妇，哎，你老公对你好吗？当然。这个地方有什么吗？金银花。哎，遇到了这个锁。钥匙我是永远都找不到的。百变大侦探，优秀剧本，上火了公主。内定女主角金银花。哎，陈导。哎。上火了公主，你内定的金银花是你的女主角啊？那我是导演，我还不能内定一下？那你为什么不用你老婆演啊？我跟你讲啊，他如果真是在这儿把人杀了，然后把尸体拖出去，这个白色的地毯上一定会有血迹的。但现在地毯上干干净净的，所以当时就是在这演了个戏给何颖看。嗯，你很聪明呢，我发现你细心了。你是觉得前几季我是个傻子是吗？差不多吧。在你的鼓舞下，我今天不找出点证据来给你看看，我还……这里边真的就啥都没有吗？我的天！我天哪！哎！啊！干嘛？救命啊！这箱子里面好深呐！你的时间只有最后1分钟。给我看看这个这个地方有什么吗？你看电脑，看电脑，看电脑，对，电脑里面肯定有东西。监控，放大，放大，这不很大吗？气死我！我声音都。VIP 休息间。哎，红袍的进去了，9点。10秒倒计时开始，10、9。哎，来了。8、7。哎，黑面具。4。又进，这是蓝袍啊，2个人在里面。时间到，请离开现场。干嘛？蓝脸的窦尔敦，岛屿马，红脸的关公战长沙。哼，
没有开到2把锁，很沮丧。来，哦，拿我们的探案神器。哇哦 ，You， 好美金银环，哇哦 ，Yes， 好，哇，朋友们，让我们去搜证吧。好的，好的，看到啥就拍起来。好的。那就来看看欧主妇的生活好了。哇哦，这么多亮片的元素。看来是个浮夸的女人。灰姑娘的世纪婚礼，水晶鞋，有一个收机，是睁眼后给他发的。欧欧子没有想到你听到陈儿岛和小野花的事情比我还要气愤，我那可是气炸了，我巴不得炸了那朵野花。野花？谁是野花呀？我知道了，这把扇子我喜欢，我要拿走。嗯？好漂亮！好慢，一直在浪费时间。西瓜烧。真正心软的人是你，这不是包，是包容。哎呦呦，哎呦呦！怎么啦？张雨健怎么又发出了腿软般的声音？羞耻勿看。哦。为什么？你是3、5人员不符合我们的要求。为什么 ？Oh no！ 我才不是你们说的3、5导演。哎呀，什么都没有啊！哦，这是什么？有一个带密码的箱子。在逃公主。陈儿岛，2000年2月4号，0204码。不对。年度新人导演奖，0704嘛。哎，哦，好多手机。大金人儿，他和他老婆，一只海鸟。哎呦，哇！哇，这才是我啊！你在干嘛？我都搜完了，哎，我必须奖励自己。哎呦，哎，那是什么？雀巢咖啡，这么丝滑，丝滑拿铁，我的老铁。我们俩来翻翻这。看这花瓶里面有没有东西。哎，看到了一个纸条，太好了，上面写着：我知道你想做什么，你10点到服化间，我们面聊。啊，这就是跟他约的那个。哦。
我找到了一个晕晕喷，真是没有想到。一吸一口，然后我们就躺过去了。不敢，是用这个喷晕的他。走，去别的地方看。我们去到这些包厢看一下，好不好？好。你的时间只有到4楼1分钟。没有人坐在这里。但是这就是张飞饼跟欧主妇他们两个的，就本来应该是他们的，因为欧去卫生间了。啊，找到了一个本本。哎，这还有个录音笔。让自己是他人，一定会付出代价，一定会付出代价。本。 10秒到要拿铅笔涂的写法。10，到前台有铅笔，走。8、7，哦，这有。 6，好，5、4。你收到信时。 2，哇，什么？1，时间到，请离开现场。走吧。走啦。幻彩人像视频 OPPO Reno 5系列，记录清晰时刻，第一次集中推理。 根据收集到的线索完成推理。来吧，李侦探，咱们先来梳理一下人物的关系。这位就是真影后了。真影后的先生是陈导，对，陈导。这一位，他算是一个演艺圈的后辈，就是前后浪的关系，所以他们俩是一对夫妻。但是呢，他跟他今天又约了，说是要杀的关系。 他们俩目前看起来好像只是姐妹。这一位呢是一个记者。OK， 下面就请我们的嫌疑人进来吧。今天呢，其实这个案子最有趣的呢，就是会移动的尸体。还有就是被直接目击的杀人过程。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比较多的人和我们的死者真影后是拍的关系。 有后浪要拍前浪的关系，有记者要拍明星的关系啊。那么我们下面就请大家依次的来分享自己搜到的证据。第一位就是撒记者。其实我纠正一点，我跟他不是拍和被拍的关系。我跟真影后算是同流合污吧。啊？怎么讲？ 同为名流，合作好莱坞。啊！我真的又想死。死者躺在1楼的楼梯口，1楼和2楼之间的楼梯中间，我们发现地上有一滩油。我闻了一下，很香。玉米油、花生油，对，花生油的味道，可能是玉米胚芽油。不重要，来，快，就某种油好。它有地沟的那个浓烈的香味儿。OK， 因为你是趴在地上闻的。基于以上这个发现啊，包括死者的这个高跟鞋的鞋底，我们也发现有油的痕迹，所以我们猜测呢。 死者之前在衣帽间可能没有死，然后不知道什么原因，死者在起来往这个楼下走的过程中间，又遭遇了地油症。地油症，然后一脚踩到上面，滚下楼梯，然后导致他最后死在那儿。 但后来我发现不太对的是，我仔细看了一下死者身上的伤痕，胳膊、膝盖、小腿外侧确实有从楼梯滚下的擦伤，但是奇怪的是，他的手掌完好无损。一个人如果是在清醒状态下，即便他滑倒，第一反应是什么？用手扶，撑，一定是手掌。 会有伤，那这就显然意味着他可能是在无意识的状态下翻滚下去，导致身上的这些伤痕出现。加上
红斗篷非常奇怪，红斗篷是戴一个大帽子的，在这个位置是有明显的血迹，跟死者的伤口是对应得上的吗？基本一致。血迹并不多，所以要么呢是他打伤之后把斗篷给他披上，把尸体拖出去，沾染的血迹；第二呢就是他戴着这个斗篷的时候被人从后面砸了一下，血刚刚流出来，但是还没有沁到斗篷的外侧，只是在这个帽子的内侧。我看了一下，现场有一个3D 的结构图，我才发现呀，这个2楼的 VIP 休息室其实有一扇窗户，可以通到 VIP 卡座的后面的一个大的走道，或者换句话讲，可以从这个走道进入 VIP 休息室。VIP 的包间的身后是有3条走道，一个是包间的走道，包间的走道出了这个门以后是整个2层后面的走道，走道再往后才是楼梯，所以它有3个并行的空间。那个长走道呢，它是有一扇门，门上面因为在维修，所以是挂了帘儿。所以我们坐在包间里是看不到走廊的。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在前台有一个卡座登记表，VIP 卡座1是萨记者 ，VIP 卡座2陈导和甄影后，备注里边写着甄影后20点05到达，要求准备一间安静独立的休息间，已准备。就是办好了这事儿。VIP 3金银花 VIP 4是张飞炳和欧主富，大家都一一到达。所以我在想，安静独立的休息间指的绝不是孵化间，它指的是2楼的这个 VIP 休息室。有一个证据可以证明，就是电脑当中的一段监控视频。2楼 VIP 休息间，晚上20点15红进，21点10分红出来了。这有一个很短暂的在镜头下的回脸，戴着黑色面具。21点30，请注意，窦尔敦来了，推门往里面探了一眼，犹疑了一下，然后进去了。到21点31，红莲的关公又进去了，1分钟之隔，红色的又进去了，两人在里面唱了一出《战长沙》。21点42分，11分钟以后，红莲的关公出来了，然后张飞叫喳喳，就这么简单。蓝色就在里面了。不，我只能说监控到此停了，但是后面发生了什么我就不知道。我们到了那个孵化间，然后我们掂了一下那个沙发的分量，很重，把它抬起来，来，这抬不动。这我天，这底下绝对有东西，绝对不是一个普通的沙发。我觉得就是在那个沙发里面，应该会有一个尸体。然后我在孵化间里看到的死者，可能不是现在躺在那儿的甄影后。我看到穿着那个斗篷跑出去的人，反而是现在躺在1楼的那个死者。或者还有一种可能，如果他不是摔下去的，就这个油本身也是个障眼法，他仍然致命伤还是脑后的这一击，然后斗篷可能相当于是一个拖拽的工具。以上就是我的分享，谢谢各位。好，如果我现在为你怀疑谁，是不是有点残忍？我怀疑一个从一开始到现在没有怎么发言过，仍然腿脚还处在
酥软状态的。人家刚才都说好了，已经不软了，现在被我说软了。我觉得它在那柜子里边有点奇怪。好。欧主妇到你了，请分享。我的线索有点多，先跟大家分享，我发现了一个杂志。哎呦，八卦杂志里面告诉了我一个新的讯息：甄影后跟她的老公陈导其实是一个假面夫妻的现象。哇哦！甄影后已经失踪了2天嘛。现在说幕后的黑手竟然是她的丈夫，好莱坞新人导演陈导。意不意外，惊不惊吓？让飒飒我来给大家撕开他们这对真陈夫妇的恩爱假象。其实这个陈导早就在外面采了野花，还不小心被甄影后这朵家花发现了。陈导恼羞成怒之下，一不做二不休，绑架了甄影后，想要杀妻夺财产。这件事情发展简直比他俩的电影还要精彩啊！哦，所以这条新闻你要跟我们大家解释一下吗？这你看，这是哪个杂志社出的？周五见啊！对呀。哎，不要侮辱我们的杂志哦！不要侮辱我没有告你诽谤已经很不错了。你们杂志社没有底线，你有证据吗？你就这么瞎写乱写？我有实锤，你想砸哪？就往要害。所以这件事情现在不确定，对吗？这我要告他一个诽谤，来，马上接律师函啊，好不好？好。然后呢，我在这个依然是他们俩的空间里面，发现了几个律师函，还有一个请辞信。你看，律师函来了吧？珍珍小姐已按你的要求向网友发出律师函，具体内容见信。向网友发律师函吗？现在众所周知的甄影后是影后身份，对不对？但是所有的律师函都指向她不会演戏，她戏非常烂，烂到要发律师函了。没错。这些都是甄影后本人去告这些网友，在骂他。我以为是导演发律师函告他不会演戏。说珍珍是童星出道，数十年演戏只会瞪眼、干哭、撅嘴，真是一级劝退。然后呢，就说恶意抹黑了珍珍小姐，使她的演艺事业受创，所以呢告这些网友。她是影后，她为什么会演技很差？那这个影后的身份是不是有待追查？所以这些事情你知道吗？其实我觉得这样，演技这个东西啊，你没有觉得就是一个特别主观的事情吗？就是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看法。既然她当了影后，那我觉得这就是最有力的证明了呀。所以问题所在就是在这儿，她怎么能当上影后呢？就没有别的幕后道路了吗？她不得遇上一个这个伯乐吗？你是伯乐吗？那可不，我在调教演员这方面还是有点功力的嘛。所以现在在调教哪个演员？现在就是再说吧，好吗？好，接着往下，我又看到了甄影后跟一个不重要的闺蜜的一个聊天信息。哎呦，妈呀！1999年的2月7号，这个不重要的闺蜜跟她说你疯了吗？像你这样坐拥100亿遗产的乌镇公主，怎么会看上那种3、5小导演啊？哦。然后她说你不懂，虽然这个乡下小子浑身都是穷酸气，但是我看过他的电影项目非常好，而且我发现以前玩的好多百变大侦探 APP 上的剧本都是他写的，我要让他成为我翻身的工具。你去下载一个百变大侦探 APP， 我就可以随时随地上线玩剧本推理。工具人，你沦为了工具。这
这个事情你懂吗？这个线索非常重要，我不得不说一下。本人呢，就是2000年度百变大侦探、优秀作家和最受欢迎作家2项这个大奖的得主，所以呢，欢迎大家下载百变大侦探，然后想玩随时玩，提我的名也不打折。然后闺蜜说：“那你也不用跟他结婚吧？你不怕被他的穷酸气传染吗？你不会真的爱上他吧？他才1.75米。”这为什么还人身攻击呢？这闺蜜。什么叫才1.75米？咋了？因为我们是173 Club 的成员。然后他说：“小孩子才谈感情，成年人只有利益。结婚只是我长期控制他的手段。再说，陈导长得还算帅气，说不定这次电影大火。”把还算去掉。我觉得是非常帅气。还有什么比他更有面子的配饰呢？哦，哇哦！你只是一个配饰工具人。你重音不要，你重音能不能别老在那个字上？配。然后他说：“哈，好莱坞又多了一对假面夫妻，那祝你成功吧。”情绪，你看这情绪这层次把握的非常丰富立体。我感觉这闺蜜就站在我面前，此刻。好。然后呢，金小姐，请问你的梦想是成为一个影后？我的梦想是参与一些大制作的电影。请问这张海报是官方海报还是自制海报 DIY 哦？我老觉得魏大勋那一版的白雪公主坐我旁边了。我是这个世界上最美的公主。来，我来给大家念一下啊，这个记录非常非常的厉害。表情包可绕好莱坞3圈，怎么绕？就是我的表情包到处发售，在这里也有，在这里也有，在这里就大家都在用。这是我的个人技能之一。你继续阅读，我继续表演，我可以配合你的文字同时进行。哦，天哪！表情包可以绕好莱坞3圈。刚刚就是1圈啦。3秒哭出360种层次，重头戏啊，无人能及。这是我真实的一些记得。哦，对对对，我作为观众第一次要发律师函投诉演员对我的伤害。他的成就也非常厉害，是第99届好莱坞大金人红毯嘉宾，还有第99届好莱坞大金人最佳女主角。哇哦！真影后隔壁休息间的邻居。最重要的来喽，第100届大金人影后。所以第100届还没有开始，对不对？还没有，预定。没有，这是他的，相当于是他自己的一个梦想。接下来这个剧本，请你告诉我是怎么回事。上火了公主，前面很重要的讯息是内定女主角金银花，导演也是陈导。所以你是觉得这个片内定了你就会拿到第100届的最佳女主角，对不对？是的。所以你提前做了海报。是的。那这个内定是什么意思？事情是这样的。能换个座，咱俩。我在好莱坞一直打拼，我的梦想就是成为一个优秀的
女演员。我要发律师函了，你好好演啊！这么多年来，我一直有着无数的小角色，比如一些尸体、路人、包子铺的老板娘。我兢兢业业，我一直在锻炼自己。如刚刚所见，我是有真实技能的演员。我一直在等待，在等待一个机会，一个剧本。终于有一天，我拿到了，就是他。上火了观众，上火了公主，上头了导演，我应该是。OK， 我的剧本内容是什么？来，剧本内容。上火了公主是2000年全球豆角评分最高电影。豆角是豆角，豆角5星。豆角5星预定，在逃公主的姐妹篇。电影讲述了小镇女孩成为公主的故事。小镇女孩从小靠着兜售金花为生，她生来眼睛瞪得像铜铃，站如松，坐如钟，走路一阵风。一天，她在天桥下遇到一位白袍老人，老人说：“少女啊，我看你骨骼惊奇，命中带火，一定是搅碎风火轮的公主殿下吧？”女孩由此得知了自己的真实身份，并对此深信不疑。她回到了皇室，成为了公主。咱俩衣服差不多，能换个座吗？你坐这儿来。她飞越城墙，最后女孩成功登上了王位，被称为上火了公主。这就是为我定制的剧本。谢谢大家。值得鼓掌哈。行了吧？其实你真的好好演戏，你是个特别棒的演员。我就差这么一个机会了。重点是这个戏是在逃公主的姊妹篇，我们知道在逃公主是真影后演的，是真演的，没错。最重要的来喽！我长期在百变大侦探 APP 上挑选剧本来排练，让我的演技突飞猛进。我马上就要火了，如果谁灭了我的火，我就灭了谁。所以有人要灭你的火吗？你喷的火都无法加息，谁灭我就灭他。我一直在等待，别想阻止我。我的心在等待，永远在等待。我的心在等待，对，在等待。哎呀，收这一趴。是你要灭真影后的火，还是真影后要灭你的火？谁来撩我了，我就才会报复他。好的，我不主动干别人。然后在你的这个电脑里面有一段监控的截图，这个人是真影后。真影后拿着一个信封在哪里？在我家门口。他在干嘛？昨天我回家的时候，突然在家门口看到了一个信封，信封里面有一些东西，现在还不方便告诉大家。我想那是谁呢？我立刻调监控。当时我是8点15分回家的，然后我看了监控，看到8点真影后出现在我家门口，扔下了这个信封。早上8点，晚上8点15分钟之前。所以你委托了嘿嘿嘿侦探社调查图片上这个女人，她在离开您那条好莱坞最便宜的街道后，便上了辆出租车，前往好莱坞最隐蔽的百货商场了。后来我们就跟丢了，但我没有调查到，她最近几天都会去最偏僻的小路。是这样的，我当天8点15回到家之后，我就调了监控记录，当天晚上8点，然后我立刻跟嘿嘿嘿说，嘿嘿在1个小时之内就给我调查出来了。到了9点，他告诉我，你8点15回到家调出了监控，你8点怎么可能去调查他呢？我8点15调出了监控，看到8点他在我家门口，我并把他圈了出来，立刻联系了嘿嘿嘿侦探社。嘿嘿侦探社在9点给了我回复说这是真影后，看吧，完全对上，炸不出来。哼，炸不出来这句话。感觉已经出来了，自己炸了自己摔出来了。侦探，那这是我的发现。好，谢谢，谢谢。所以你的直觉是谁？我觉得有可能是他们俩。好，好，那下面张飞饼，
请你分享你的证据。我搜的是真影后和陈儿导的家。哦，你也去了他们那？然后呢，我在他们家的那个非常恩爱的合影后面呢，找到了一个合作协议，是真真和陈导。然后这个协议呢，大致就是甲乙双方呢在1个月内举办婚礼，婚前财产公证，乙方陈导不享有甄氏家族财产的分配权。2、婚后甲乙双方需在公众面前树立恩爱夫妻人设，定时营业，配合宣发。3、甲方真真为乙方陈导提供电影《在逃公主》拍摄所需的所有资金和资源。4、乙方陈导确保甲方真真为《在逃公主》的绝对女主角，并保证影片上映后豆角评分在9分以上。乙方陈导日后所有电影的女主角必须为甲方真真，并保证豆角评分在9分以上。合作期限呢是甲方真真心情而定啊，货到陈导死为止。然后呢，还有用红字写了一句话，我觉得呢，这一定是陈导写的啊。为了梦想娶你，忍，3个感叹号。但那件事也太难忍，3个感叹号。我呢，以前是这个 MCT 小镇的这个追梦少年，我最喜欢的就是写作，再加上这个影视作品的拍摄，我做梦都想能够进入好莱坞这个圈子，所以呢，我一直在努力。然后在这个小镇的时候呢，我就不断投稿，然后投的这些什么环球影业呀、华纳兄弟啊、尼尔梅这些大公司，他们都拒绝了我，所以我就觉得这个部分我拍到了，因为我在他的光盘里面发现了一张，上面写着羞耻，羞耻，羞耻勿看。哎呀，当时我就非常的激动，我就以为是什么，我就把它录下来了。都说了羞耻了，你还要看？为什么？为什么？就是他刚刚说的那个，说他是一个3-5导演。他拿的都是别人拒绝他的信来是吗？对，拒绝信。我才不是你们说的3-5导演，没有时间浪费，做过的梦要靠自己追。什么叫3-5导演？就是我成名之前呢，确实是一个无名气、无家世、无背景这样一个3-5的这样怀才不遇的一个追梦少年，所以呢，我就一直想要成功嘛，我就一直不断的投稿，但是确实发现，想要在这个屋圈混，是没有家世、没有背景，就是很难混下去。所以我的这个太太，她给我提出那个协议之后，我觉得她是我进屋的一个敲门砖。买卖。在沙发下面呢有一个小木盒子，是有密码的。呀，你就被我破解，有密码你就我没破掉，被我破解。里面呢有3部手机，和3个不同的女孩在聊天。哦，还有别的。一张的屏保呢是他和他老婆，有一个屏保是大金人，那个呢？然后这个屏保呢是一只海鸟。他们都在和谁聊天呢？精彩了。这个有大金人的呢，就是你。我来读一下他们的聊天记录。好，看陈和金到底发生什么，解开刚才欧的疑问。金银花说：“明天可以吗？”陈导说：“他在，不方便。”过了1个半月，金银花说：“今天呢？”你这语气有点怪怪的。他说：“他不在，来吧。”怎么有这么多解读呀？又过了1个月，陈导说：“今天特别上火，继续吗？记得帮我带那个。”这句话说：“好。”又过了1个月，金银花说：“今天方便吗？”陈导这个回复就厉害了，
只有1分钟。金银花说够了。这就是你俩的聊天记录。1个月1次。到底是在干嘛？说说吧。就是这短信呢，发是这么发，关键得看你怎么解读。你刚才这个语气呢，解读的确实有一点。你俩自己读一遍，当事人自己读一遍，看看我们怎么理解这个。明天可以吗？你这读的也不对。你们说说吧，你们这是干嘛呢？对，1分钟干嘛了？那个合同上不是写了吗？就是说我每一部戏都要用我太太当我的女主角嘛。但是自从第一次合作的时候，我发现她的演技啊，确实在我的调教的能力范围之外。但是呢，我觉得这个办法总比困难多嘛，是吧？第一次听到一个人能力在我调教能力范围之外，就是虽然很辛苦。但是我们做到了，结果还是很好的。就我拿了这个新晋导演，他拿了新晋影后，对吧？对。但是我觉得过程确实很痛苦，所以我就是只能去发现新人，然后正好遇到了金银花。我觉得他是一个很会演戏的演员，我就希望能够多给新人一些机会嘛。所以每个月给他1次机会的意思是，就我又要逼着我的老婆要把他推荐给我的这些朋友。那别忘了给我带那个是什么？然后他特别会泡金银花茶，我就说我有点上火，给我带点金银花茶。他说好的，没问题。1分钟也是指不是1分钟是这样，1分钟是就是工作起来有的时候确实顾不上他，然后我就说你能不能就拍一个1分钟的试戏，发给我。你跟真影后的合约怎么办呢？只能用他做女主角。我刚写了剧本，然后把剧本交给他，我说你好好准备，接下来这部戏呢，就让你来演，因为我要把我太太给杀了。还有一个叫海鸟的女士呢，就没有办法再说是过度解读了。2001年1月1号，陈导说，没想到还能和你重逢，今天你很漂亮。海鸟说，今天的你也很光鲜帅气。海鸟哦。陈导说，你还记得那首《成全》吗？曾经我们只能相互成全，但现在我可以成就你的今天。海鸟发了个表情，陈导开始了。今天可以吗？海鸟说他不在，可以。我要杀了你！我要杀了你！哎，我激动什么？老公自己在念，我在这激动。好，记着来。没想到是你来念这些，什么意思？你太太叫什么？什么主妇？欧主妇啊。欧是一种，这是海鸟啊。对。你要相信我，我是爱你的。我绝对相信我，我是爱你的。我相信，最爱的人是你。我知道。好，念完。他说他不在，可以。陈导又说，今天呢，他在，不方便。然后又过了5天，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在一起？陈导说再等等。然后海鸟说，难道我们就像海鸟和鱼一样吗？我知道你的意思，但是你要再等等。然后海鸟又说，我们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在一起？陈导说再等等吧。你也知道我的情况，如果他的钱还在，人没了，该有多好。从1月27号开始，就都是陈导发的了。今天呢，小海鸟，我的小海鸟，你飞走了吗？你知道吗？我每天都在听这首歌，叫《爱情鸟》。我知道不是你啊，不是你，肯定不是你，怎么可能是你呢？对吧？老公。好，你现在适合真影后了。哎，你真的不想问吗？这个没有什么好问的。逃避啥呀？没有什么好问的。我以为他说我每天都在听这首歌，小螺号滴滴滴吹，海鸥听了展翅飞，嘿嘿。你忍一下，我们问一下啊。好的，好不好？好的。这是啥呀？
确实这是一段美好的爱情故事。因为我这个人啊，就是分得比较清。为什么有3个手机呢？就小金人儿这个呢，就是我的事业机。事业机。这个呢，就是我的爱情机。对，然后因为当我在 MCT 的时候呢，确实有一个女朋友。但是呢，因为那个时候我是一个就是没有名气的小导演，然后也没有办法给她很美好的未来，然后后来我们就被迫分开了。分开之后呢，我是2001年的1月1号，我又在一个 party 上面见到她，然后就是一切过往，然后那些画面就像 MV 一样，就有一个成全的 BGM 一直哇闪。这么多年，换来了一句谢谢你的成全。所以那个时候就觉得我还爱他，对，然后所以就想办法联系上了他，发了一些短信，而且我也知道，就是从发短信的一些细节上面，我也发现他好像也有了另一半，对，所以我觉得另一半你指着我干嘛？我说也有另一半啊，这个很棒，张先生坚持不面对，只要我不认这事儿就不存在。对，所以我也希望能够早点结束这个合约，然后去找我的真爱。27号之后，我给他发信息，他就一直没有回我了，我想他应该是等不了了。为什么你一直不回他？我还没说完呢，我不会告诉你这个海鸟是谁的，因为我要保护他。还用你不告诉你还用保护？因为我要保护他。这个世界上没有一种海鸟叫鸥，没有，不可能，鸥不可能是海鸟。对，不可能。那你俩等于在这段时间见过面？见过面，在哪儿见的？你不是不问吗？好，我们知道了，那继续往下。好，现在是他跟那个真影后的那个手机，这是我的合约机。合约机上面呢，真影后就发过来一个刚刚已经看过的那个上火了公主的那个封面，1月25号，就说导儿你最近胆儿挺大，你知道我花了多少钱运营我们真诚夫妇的人设吗？什么金银花，我随手就能拔了它。你一辈子都别想摆脱我，别忘了我们一起做过的事。谁想灭我的火，我就灭了谁。然后过了4天，1月29号，陈导，是我让你进了好莱坞这个圈子，结果你除了摘金银花，竟然还养了一只小海鸟。你当自己是花鸟市场啊？花鸟市场，又摘花又养鸟，不要忘了，我给你的一切随时都可以毁掉。下面这个精彩了，他在上面搜“让讨厌的人消失方法大全”，有一个2维码。反正我扫了以后根本停不下来，叫目标人物的先导片。目标人物呢，这部剧非常的好看。这演的真的很棒，真的演得好，我一下就着迷了，我甚至都忘了自己在搜东西。接下来这个厉害了，这是我找到的一张陈导的罚单。陈导于2001年2月3号晚上9点半，在最偏僻的小路行驶时，车速超过规定的30码时速，请及时交纳罚款。他去了最偏僻的小路，这是这几天真的出现的地方。说说吧，你昨天去最偏僻的小路干什么呢？其实是这样的，第一呢，他是发现了这个，我又培养了一个优秀的演员，他觉得自己的事业可能受到了危机。然后另外呢，他又发现了这个海鸟这件事儿，我觉得这么熬下去也不是办法，所以我就想干掉他。
但是我只是一个导演嘛，我也不知道用什么方法，所以我就觉得这事儿吧，还是从长计议。然后刚才我不是讲了，2月1号之后我就一直没有见到我的太太嘛，她就不见了，所以我就打电话问她的经纪人啊、助理啊，她说最近啊，她经常去一个最偏僻的小路，然后我就特别着急，我就9点半开车去找她，然后一着急事儿也多，然后就忘记那条路限速了。你是去找她还是想撞她？去找她，因为我都没见找到她了吗？没找到，找了半个小时没找到。然后我就又开车回来了。没有了。说完了。你怀疑谁呀？张飞平。我都怀疑。都怀疑。有没有最强烈的感觉？但是我对他稍微弱一点，因为我搜他搜的比较齐，他都能对上。他对你是另外一种，跟这案子关系不大。不怀疑，不怀疑，不怀疑。没事儿，兄弟，没事儿，兄弟。好，金一华来。我反复调查了一个人，他的名字叫做欧主富。首先，我来到了他房间，我看到了一张报纸。昨日，好莱坞小镇著名的餐饮大亨张飞饼在威廉古堡举办了一场万众瞩目的世纪婚礼。婚礼以欧洲皇室公主的标准打造，重金为新娘定制了豪华水晶鞋。豪华什么？水晶鞋。让老使我大开眼界，而婚礼上这位幸运的公主，却是一位出身平凡的大丽灰姑娘欧主富。大家都质疑你啊，但是我们欧主富回应外界的质疑，这样说道：“我不是嫁入豪门，我只是嫁给了爱情。”然后呢，说到两个人相识，纯属是偶然，是自己救了意外掉入水中的张飞兵，一把将张飞兵从水中托起，而结下了缘分。灰姑娘就这样变成了公主。这个童话故事啊，真是令大家大呼又一次相信爱情了。这个也影射出欧主富是不是力大无穷的一个女人？欧主富呢，一直精心的收藏着这个水晶拖鞋，说明他一直在期待灰姑娘变公主这个故事的发生，而这件事情碰巧就发生了。怎么会就是一切这么如你所愿呢？其实我觉得每一个女孩子都一样，像我出生其实是很贫寒的一个家庭，但是我从小就有一个公主梦。我呢小时候就会穿上这种很便宜的塑料水晶凉拖鞋，扮演公主。但是呢，我周遭的朋友都在嘲笑我，说我是个假公主。然后我就发誓，我长大以后一定要让自己成为真正的公主。所以我一定要找到一个我梦想中优秀的男人，然后我要嫁给他，成为真正的公主。啊！你不要放弃自己啊！他没有放弃，因为他报了个班儿。这个班儿报了什么班儿啊？有一个箱子，密码哦，水晶鞋应该是。定制攻略，独家定制。左边是目标人物，是张飞饼的照片。这个档案下面有2串奇怪的数字，第一个是0，第二个是0000000，是什么意思呢？这个0是我老公的恋爱次数为0，所以他是一个非常单纯、非常天真的一个人。后面的000这串数字是他的身家，后面所有的0。然后这个定制课程的右边安排早上9点到11点沟通课，3分钟教你哄好有钱老公；11点到下午1点形象管理课，豪门主妇完美从此开始。然后下午1点到3点技能课，豪门主妇必学的20个技能。下午3点到4点在乌河上演公主救王子的戏码。对，因为我小时候就力气很大嘛，所以我给我未来的老公安排了一个让他觉得浪漫并且此生难忘的一个第一次的邂逅。但是是欺骗。不，
我怎么这也不叫欺骗啊？我是怎么掉到水里？可是这是我用心经营得来的。哎，你看你不知道怎么掉到水里，不知道怎么进到柜子里，你的一生都不知道怎么。我除了有钱，我什么都没有。这么有钱又单纯的男人真的是很少见了，连海鸟的种类都不太清楚。不是不清楚，他拒绝清楚。不是海鸟的一种，欧不是四足的啮齿类，都是你说的。联系到这个灰姑娘的世纪婚礼，举办的日期是1999年的2月4日，1个月就结婚了。这个班儿记得发给我。好，现在非常关键，我找到了他的手机，是有3个消息。第一则是真影后跟他的对话。欧欧子，没有想到你听到的陈导和小野花的事情比我还要气愤，你可真是我人美心善的好姐妹。欧主妇说：“真真子，你把我当真姐妹才告诉我呢。不瞒你说，我可真是气炸了，我巴不得炸了那朵野花。”然后真影后就说：“但是亲爱的，你千万别把这件事情说出去哦，和其他173 Club 的姐妹们也不可以说，家丑不可外扬。”哦，你们有个 club。对，我们是一个173的 club， 因为我们身高都1.73米嘛。哦，对。金樱花你多高？173。好，我不在这个 club 里。但你穿上高跟鞋也175，对不对？是的。好。然后与此同时，我想问一下，您觉得您在您妻子的心里，您是一个怎样的人？钱包。回答正确。在真影后给他发完消息之后，他立刻发了一个圈，并仅自己可见，说道：“我恨你，为了你，我都愿意放弃那个人傻钱多的铁憨憨了。可你竟然为了那种让人过目就忘的路边小野花背叛我，过目就忘。”什么铁什么？人傻钱多的铁憨憨。谁啊？还有别人呢？不是你啦，不是你。怪不得你总是让我再等等，你再也等不到我了。果然，海鸟和鱼的相爱只是一场意外。怪不得你让我再等等，是指他。对。然后1月29号那一天，真影后说：“我把你当姐妹，你居然撬我墙角。今天这2巴掌只是一个开始，我会发信息告诉飞饼，灰姑娘被赶出豪门的戏码一定会很精彩吧。”接着他发了一条：“如果你毁掉了我的一切，我也不会让你好过的。”所以他威胁到了他。故事还没有结束哦。我翻了一下他的包，在他挨完打之后，包里出现了这2个。这个东西大家都知道吧？桂林西瓜霜。为什么非常好用的药？不怕背山消肿药，并留下一张字条说：“我不会再让你受伤了。”然后有一个人回复道：“明明是我伤害了你，你反而还愿意保护我。”这是2月1号。2月1号，张飞饼有一张在做飞饼的照片，下面配了一个行文字说：“真正心软的人是你。”然后欧呢也有一个照片，下面的字是：“这不是包，是包容。”不仅给他送了药，还在2月2号把房产过户了给他，房产过户协议书，转让方张飞饼，受让方欧主妇，还附上纸条说希望这样可以让你有安全感。然后下面有一行字说：“有你在我才会有安全感。”01年2月2号。关于这件事情，你有什么可以告诉我们的吗？我其实跟陈导过去确实有一段我自认为很幸福的过往。当然，在我们当时觉得对方的身上都没有我们想要的未来之后，我们就放过了彼此，也成全了彼此。所以我后来选择了他。他呢是一个就很木讷的一个人，又不懂浪漫。然后每天就只会做飞饼，就鱼子酱那么好的山珍海味他都不吃。飞饼不好吃吗？好吃，你可以把现在什么都好吃。就我就觉得其实过得很没有意义，很不新鲜嘛。飞饼没有意义吗？有意义，现在一切都有意义。所以在那个下一期杂志的封面有喽，3个人在这，哎呦，全齐了。在那个之后，我们又见到面，他已经是著名的导演了。2001年1月1号再见面，我又确实对他又动了心，
然后呢就想跟我老公离婚，然后又跟他在一起，然后这件事情就被真影后发现了，他就要跟我说我要把这件事情揭发给你老公。我说不行，如果你要告诉我老公了，我所有的一切就毁了，我的豪门梦就没有了。我老公就是知道这件事情以后，他都没有说要抛弃我之类的这种话。他给我买了我平时都舍不得买的包，所以我觉得那不是包，那对我是包容。还给我买了房子，然后他给我做了飞饼，还放上了爱心棉花糖。这个飞饼的名字叫甜到心软，所以我知道他其实对我犯的错他已经心软了，他也原谅我了，就让我觉得确实很羞愧，我也觉得非常的感动。金银花，你怀疑谁？我现在比较怀疑陈导。你还当不当？因为刚刚他合同里面有一句话让我非常的记忆深刻，说合同失效，要么就是看真影后自己的心情，要么就是我死。所以你一个人又是一个为了爱情的剧本。你不用准备了，来把剧本给我。好，来，陈。哎呀，从哪儿说起啊？好复杂。我先看了张飞饼的芒果圈，他发了仅自己可见的2条芒果圈，一个是欧主妇拿着刀叉在吃饼的，然后他发了4个表情，一个是裂开了，一个是刀叉，一个是问号，一个是再见还是不还是什么意思？我分析的是我裂开了。怎么能用刀叉吃饼？不行，对不对？应该不是。不对，是，是，真的假的？少了一点点。我裂开了，怎么能用刀叉吃饼？应该用手。哦，手抓饼。哦，应该用手。哦，哇。然后第2个也是欧主妇拿着饼在特别享受的吃，然后我裂开了，又是一个鱼，一个问号，一个葱，我就在说，我裂开了，怎么能用鱼子酱？应该夹葱，是这意思吗？哦，哇！我是不是懂你啊？啊？最后他俩找到了自己的奇怪的 CP 出现了，奇怪的 CP 出现了，来了，你的感情线来了，我终于有机会了。你丧心病狂！你为了清空障碍，你把障碍组到一起，你这是什么招？然后我就觉得吧，张飞饼和欧主妇对于饼这件事情有了一些价值观的冲突。然后呢，我又看见了一段信息，一个是2001年的1月31日，别人发给他的，说饼总，您给太太买的爱驴士和 LU 包包都已经送到您家了，您对太太可真是太好。然后他回给别人的信息，他说我买的不是包，买的是内心的平静。还有一条是2月2号晚上8点35的，他说饼总，律师已经拟好了离婚协议，您名下的一栋好莱坞最小房产已经过户到您太太名下了。他回复的是很好，不用甩饼走人是我最大的温柔。就这肯定是有故事的。我以为是以德报怨，原来已经进入了清算。于是呢，我就继续找，发现了一个专为所爱之人定制、甜过初恋、软到心甜的一个飞饼，啊，上面还有一个桃心，跟你吃的一样吗？对对对。然后呢，我发现他还给一个吃货少女送药，西瓜霜。你吃了那么多特辣的飞饼以后，一定口腔得了溃疡吧？我给你买了西瓜霜，哦，希望有一天能亲自给你喷上。你还总是受伤，我给你买了不怕被山消肿药，
希望有一天能给你涂上。虽然他不知道为什么不见了，没关系，我还会给你买的。我自作多情了。他这是另外一个人，就不是给你买的，这不是给我买的，他是给吃货少女买的。Sorry， 打扰了，打扰了，我想多了。吃货少女到底是谁？在他的那个炉灶的下面又发现了一个笔记本电脑，网络一线牵，珍惜这段缘啊！然后后面的这个聊天内容，这是吃货少女说的：追风少年，你好，我是吃货少女，我的兴趣是吃，你呢？追风少年说，我唯一的兴趣是甩饼。大家知道这个追风少年是谁了吧？对吧？嗯。然后吃货少女说，这么巧，我最喜欢吃的就是饼。飞饼用手抓，卷大葱，大口啃，最好吃。追风少年说：“天哪，你简直是人间洗洁精，和我见过的女孩都不一样。”这是8月1号，8月2号他俩又聊上了。追风少年在吗？我今天自己在甩饼里加了棉花糖，甜过初恋，好好吃哦。8月3号，追风少年在吗？你还是一个人在店里孤独的甩饼吗？别怕，有我陪着你。追风少年说，原本我以为这个世界上根本没有人懂我，但现在我才发现，从此之后，我真的不是孤身一人了。2000年的11月1日，追风少年说，吃货少女在吗？有时间见面吗？我今天做了一款巨无霸飞饼，想给你一个人吃。吃货少女说，对不起，我遇到了一点麻烦，没有钱交房租，被房东赶出来了。然后底下就是一张流落街头裹着棉被的照片，看得清脸，太看得清了。就是你啊！你问谁？这反转的，我的个天！哇！你不知道了吗？我就是追风少年啊！我今天一直都没有认你。你俩没见过面是吧？啊，奔现了现在。追风少年说：“你不要害怕，我可以帮你付房租，马上就给吃货少女转了10万元。”啊！哇塞，这故事越来越精彩。 2000年的12月1日，让追风少年说：“吃货少女你在吗？最近遇到了一点挫折，莫名其妙的遇到了抢劫。”追风少年说：“我转给你医疗费。”马上又转了15万。 15万都能重新做张脸了，我天，这医疗费，倒是挺漂亮。难怪你动心，我理解你，我的确是容易让人上火。你得到的只是最小的一个房产。2001年的2月1日，追风少年说：“吃货少女，我今天在好莱坞片场看到你了。” 你怎么和真影后在一起？那个女人还给了你一巴掌。吃货少女说了，是的，真影后和我有私人恩怨，昨天扇了我一巴掌之后，还把我带到了她的住处，偏僻的别墅233号，折磨了我一顿，还说这辈子都不会放过我。我好不容易才逃出来，我该怎么办？然后追风少年说，我去告发她。吃货少女说，没用的，这个混污圈的女人手段很硬。追风少年说，吃货少女，果然她再硬也硬不过我的铁榔头。 我让他当面吃了我一锤，你放心吧。什么铁憨憨的话？当面吃了他一锤，我天哪！哪来个锤子嘛？你是用锤的吗？窦尔敦，烂脸的窦尔敦，吃他一锤。我已经解决掉真影后了。好，哪天说的？2月4号0点23，也就是今天凌晨，我已经解决掉真影后了。以后。 再也没有人欺负你了，我不想再等了，我想和你永远在一起。然后我就顺势找到了这把铁榔头，真的有铁榔头，一把绿色的铁榔头，上面有很明显的红色血迹。 你怀疑谁？我怀疑狗仔，一个这么惨的狗仔的角色，连感情线都没有，你还怀疑我？
首先，我们两个去到了2楼的 VIP 休息室，在里面有2个小小的发现，一个是李侦探在花盆里面发现了一个折着的纸条，上面写的是：我知道你想做什么，你晚上10点到孵化间，我们面聊。另外，在桌子的角落里面，我们找到了晕晕喷。我非常意外，因为不再是一喷即晕了。这个是不是就是你被喷的那个药？我猜应该是的。这个纸条你知道吗？不知道。本来我以为我昨天晚上已经把它干掉了，但是呢，今天一来到这儿，我又发现它了，我也很意外，所以我本来想去休息室再给他一锤，但我没带锤。但我想到 VIP 休息室反正那么多东西嘛，我总能找到个东西再给他一锤。你为什么非要用锤子？没有什么是一锤解决不了的，是吧？休息室有那么多东西，我总能 DIY 个锤子给他一锤。对，我躲在那个门后面就很奇怪，他一进来吧，我刚想过去给他一锤的时候，他转过身就给我喷了。啊，然后呢，你在半晕半倒的时候就听到他说了那些话。对，他说了一下，他说，有人约他要出去，所以你认你是蓝斗篷吗？认不认？认，好。在这个2楼的休息室，我们只找到了这2样东西。接下来我们就去到了4号卡座，就是张和欧的卡座。这里面有2样东西。第一样东西是一个录音笔。杀死替身的人一定会付出代价，杀死替身的人一定会付出代价，杀死替身的人一定会付出代价。另外还有一个小本本，里面呢有一页纸被撕掉了。但是能依稀看到一些，它上面提到了说你这个傻男人找错了对象，然后还有一句就是毁掉你的人生之类的一个意思。我个人觉得呢，这件事情可以解2个疑惑，一个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会看到尸体的瞬移，我们一开始就提到了有没有可能有2个很像的人。对。第2个疑惑呢，就是我们的张先生在今天的0点0分23秒的时候，给吃货少女发信息说我已经解决掉了真影后，可是我们今天又看到了真影后出现在我们面前，对吧？所以呢，大概故事还原就是他昨天干掉的那个其实是真影后的替身，然后这个替身在今天还被用了，就是有可能我在孵化间看到坐在沙发上的那个其实是替身。那么现在你们2位，这是谁的东西？撕掉那张纸大概的内容，帮我们还原一下。是我的。好，录音笔也是你的，信也是我的，录音笔也是我的。嗯，我才是那个最可怜的女孩。因为我其实看到了他昨天用锤子锤了那个替身。你看到了，对，然后我跑了，我内心是觉得他怎么这么傻，他居然为了我去杀了真影后。你以为他为你报那个2巴掌的仇？是的，所以我愿意去帮他隐瞒他杀人这件事。所以呢，他走了，我也走了之后，我10分钟之后又返回了那个别墅，我看到了真影后，发现他的替身被杀。然后他捡到了他的婚戒，婚戒上有他的名字，所以他就知道是他动的手，所以他说了那句话：杀死替身的人必须要付出代价。我就塞了录音笔，录下了他这句话，然后我就逃跑了。我就觉得我老公为了我做这些已经很伟大了，我不能就是让别人知道是他干的，我要去替他做这件事情。所以我写了一封信，我也写了一个纸条去约那个真影后。所以把这封信交给了我的一个朋友，我想在我出事之后，让朋友把这封信交给他。信的内容是：当你收到信时，说明我已经因为做了那件事而被抓了，但我并不后悔。你一直都在默默爱着我，守护我，甚至在你知道了我的秘密后，还为了保护我而做出那种事情。你这个傻男人，做那种事还搞错了对象，还被人抓住了把柄。但没关系。这一次换我来保护你。我离开以后，你一定要找一个真正爱你、懂你，也喜欢吃飞饼的女生，重新开始你的人生。
好，这些其实都只是前菜。下面我们就撕破一下萨记者的真面目。去不去洗手间？第一段，给大家放一段他手机里的家族通话记录。我的妈呀，家族，你现在太干净了。你还有家族呢？你嗰個話北大就可以嘅小表弟，今年畢業，又因為保送而被逼北漂喎。你喺好萊塢有冇揾到好工作啊？你喺屋企一路墊底，我哋全家可唔可以上桌就靠你啦？你唔可以一路丟我哋凡爾賽人嘅架啊！好，来，首先由我们专业人士来翻译一下这段的意思。大意就是我们的萨记者吧，他们在家庭里面其实是处于一个比较卑微的状态，他们家人都很想上桌吃饭，然后就把希望都寄托于他，他的妈妈也希望他能够跟他那个被保送北大的表弟一样飞黄腾达。但是爸妈，你看，今天我跟这么多明星坐在一个大桌上。那个係講廣東話嘅媽咪啦，下面好。这个是应该是爸爸吧？爸爸说的是那个好莱坞是你可以一夜成名的地方，你要多多努力呀、我们全家就指望你啦。爸的美，茶的苦，耐的烦。好，然后听一下萨萨怎么回的。爸爸妈妈，我现在是好莱坞名记啦！我在好莱坞最畅销的八卦杂志《周五见》杂志社里当记者，是这里的销量王牌啊，都打破好莱坞的销量记录了。好莱坞的那些名导，什么东区柯克、谭有龙、诺红啥的，个个都争着抢着见我呢。咱家青年啊，终于能上桌了。你这说话真的没有谱。我们也发现了很多的嘉奖令，在名片上也印证了这一点。他非常自信的在自己名片上写着八卦杂志《周五见》的销量王牌，手握顶级资源，一手独家信息。然而，这张名片就可以成为他是凶手的证据，因为只有凶手才能撒谎。这名片上写着身高1.75米。走吧，下班了。撒谎，我也是175俱乐部的成员。好，请注意啊，陈先生您多高？陈导175。张菲比你多高？175。好，你是173，你是173，女生的鞋跟高一点。这些信息就意味着谁穿上斗篷，都和真影后一样高。因为真影后也是173俱乐部的成员。是不是大家以为萨萨就成功了？在他的房间里有一个笔记本电脑，这里面有一个惊人的邮件。一个发件人是不重要的好莱坞报刊亭老板萨先生，这3个月以来，已经按您的吩咐将一经发行的《周五见》即刻买断，然后转卖给收废品的了。从11月的10万块杂志卖了10块，到您这个月1000万卖了1000块，您不要怪我八卦，您这迷惑行为我都看不懂了。所有的销量都是他一人承担，他自产自销，直接进了废品收购站。这个很奇怪了，就是一个记者，家境也不是很好，为什么会有这么多钱？让我们不得不怀疑这位萨先生是不是有什么副业呢？来了。首先呢，我们在他的房间里面找到了3本书，《孤独男人最好骗》，如何直击缺爱之人的灵魂，沉没成本让人沉沦。他在研究一个叫沉默学，就是让人如何沉浸到他想要沉浸的一件事情里面。这个里面呢，我们找到了一些东西可以呼应到之前的证据。来了，封面奖状。揭开他那个板子上贴的所有的嘉奖令，我们发现他有大量照片和说明。这些照片里面有我们很熟悉的朋友，比如说鬼小妹，鬼鬼想你啦；白领，白白，熏包子。这里面呢就包括刚才我们非常熟悉的吃货少女的定制单。金银花人设吃货少女，身高173，性格大大咧咧接地气，
目标人物是孤独寂寞冷的铁憨憨追风少年。你所有做的这些举动，是你自己一步一步想到的吗？比如什么时候露宿街头，什么时候被打，什么时候跟他要医药费，什么时候要房费。我的人生只有演戏这一件事情，已经占据了我所有的人生。而且这些照片，这也不是我自己拍，我自己也没有啊。怎么没有？你都发给他了。那为什么不在我的房间找到，而在你的房间找到呢？哦，原来有人比我还会演戏。我是个八卦记者。我一个女孩只能演女孩，你一个男孩还能演女孩。你说说吧，你是吃货少女。我是什么吃货少女？你还不认这个事儿？只有凶手可以撒谎。你还不认这个事儿啊？我不认。好，那我认。你这个人有底线吗你？说吧说吧，来怎么回事？瞎话张口就来啊！你的承诺水到底是不是收费的？不收费的话，你为什么要费尽心机干这些事情？他假装是他，我聊了半天是你。我生活在一个庞大的家族，家族是按照你的能力、你在社会的地位、你的贡献，所有的这一切来排定在家族中你的位置。所以每年到了大家族聚会的时候，那些默默无闻之辈是连桌都上不了。所以我们家呢就属于这种情况，在这个大家族里完全没有存在感。我想再不能这样，因为父母对我寄予了极大的厚望。我就混到了好莱坞，找到了一家杂志社，混上了一个记者的位置。但是记者哪那么好当啊？你没个背景，没个人脉，谁把资源给你啊？所以我突然心生一计，开始拿我手头的这些能够拍得到的有一定颜值的面孔，开始为他们制定一些人设。因为我在想，在网上谁知道谁呢？对吧？我拿我手中的这些照片，随便编一个身份，也许对方就套着一个大白狼呢。所以我就买了3本书，然后报了一个班儿。咱俩应该是同学，你哪届的？我就在网上一搜，看到有个孤独寂寞冷追风少年，我说行了，这一定就是一个大鱼，对，就下钩吧。然后我就用他的信息，但是对不起，一开始只是一个人设，吃货少女。结果没想到，你看这是天赐良机，对上了一个飞饼狂人和一个吃货少女，就完美契合。关键我的人生体验，抛饼就是要救大从吃的。结果没想到正中下怀，越聊越开心，越来越开心。突然有一天，我觉得时机到了，就是当他提出要见面的时候，哪能这么容易让你见？所以我就找了一张他的剧照，就是演乞丐，发给他。然后他一看，哇，这么惨，被房东赶出来，立刻转钱。然后一而再，再而三，当然他转来的钱我就拿去买杂志了。就是你们看到的销量就是一路大涨，我也开始慢慢有了名气，我也就不再理这个傻小子了。但我不知道是你啊，我真不知道是你，你千万别往心里去。也就是说，其实跟他灵魂适配的是你。是恭喜恭喜恭喜你啊！太乱。但此刻我面对你，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我确实对你没什么兴趣，是不是？你在我心里就是个钱包。萨记者是不是除了飞饼，还有很多人用这样的方法给你转钱？对，还有很多其他的人，反正就是类似这种就定制情感服务。好，后面的证据来了，我们2个在他的房间里发现了一个小小的茶几，打开了之后里面有3样东西。第一样呢是一个追踪的地图，指向的是最偏僻的小路和最偏僻的别墅233号。第二个呢是他偷拍到的1月31号的照片，另外还有一封他收到的信。信的内容是：我本来找你是想送你一个独家的，但没想到在你家看到了你电脑里的秘密，
如果不想坐牢的话，就帮我办2件事。第一件，帮我报道一条新闻：好莱坞新人导演陈导儿绑架真影后，想要谋财害命。然后第2件事，2月4号，陈导儿出席合影举办的《在逃公主》电影主题蒙面舞会，我要你0点前在派对现场杀死他，并伪装成从高处坠落，意外摔死。如果你不照做的话，我就把你的秘密闹得人尽皆知。哇，好大一盘棋呀！2月1号，我的电脑又收到了追风少年的一个信息：吃货少女，你在吗？我怎么在片场看到你？就刚才你念的那条。我说坏了，我意识到很有可能追风少年遇到了真正的吃货少女，但是我迅速判断他俩没说话，也没有互相认出对方的身份，所以我就决定先不理这事儿，因为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我被打了一巴掌，这事儿只有你知道，你可以说了吗？就是那些无稽的谣言。你看他，谣言，谣言，就是说你跟他有关系，然后得到了角色。对，好，所以在片场被打了一巴掌，然后这一巴掌不小心被他看到，追风少年就给我的电脑发了一个，你说这我都冤，跟我因为你一直在假冒吃货少女啊，他不给你发给谁发？又变成你冤了。对，是，所以他们发给我，结果没想到当天又收到了一封信，就刚才他念的这封信，这给我吓着了。我没在家的时候，有人来找我，结果把我的电脑打开了，发现了我之前所有这些秘密。收到这封信之后，我就立刻联系了我所有认识的好莱坞八卦的记者，我就问他们，当天有没有人在我家的附近在偷拍其他的明星？如果恰好拍到有人进我的房门，能不能告诉我？然后2天前，2月2号，我收到了好莱坞一个同行发给我的回复，说巧了，真拍到有人进我家的照片。我一看，这个人就是真影后。真影后她不是说让我先爆料她老公的事儿吗？我得先把这事儿办了呀，省得她把我的事儿爆出去。她还不是要求我第2件事儿吗？但是我想杀人这事儿，那就不像登个报这简单。而且我在想，你让我杀人，今天杀一个不过瘾，明天说再把那个干掉，沉没成本。对，就相当于就敲诈勒索的没完没了了。我说这不行，我说那干脆长痛不如短痛，我要不就把真影后干掉。所以你去他家了是吗？没有，我继续利用自己的人脉，让所有的八卦记者就帮我追踪真影后的下落，然后他们告诉我，真影后她住在最偏僻的别墅233号。我就在想我自己该怎么弄这个事儿呢？你猜怎么着？怎么着？天赐良机。你说说。我突然想起来，那个追风少年不是发那个信息问我说怎么回事啊？吃货少女，怎么真影后打你一巴掌？你有什么问题你告诉我，我帮你解决。这不是有人要出头，那就让他出吧。你瞧瞧，我就说了那一段，引战引到你那儿了，把地址也告诉你了。我有一个想法，你在233干掉的那个是替身，替身是真影后早就准备好的一个人，因为真影后是让我报一个她的老公想要绑架她谋财害命的消息，所以真影后敢让我这么报，她一定背后有一套计划要让这事儿发生，但是她一定不会让自己冒这个风险，所以真影后准备了一个计划，但是没想到替身在昨天晚上12点被一个锤子。是个思路。现在我想问一个问题：穿红斗篷、拿金色摆件、敲击坐在沙发上的替身的人，是不是凶手？因为如果他是凶手的话，那么陈、金和萨都被侦探目击10点钟的时候就坐在卡座里面看节目，那就不会是他了。红色斗篷不是真影后本人吗？对，是谁啊？这个思路是对的。如果不是凶手的话，只有2个可能，一个是凶手不能认，
那么凶手就只可能是欧和张，因为10点钟的时候你们仨都是被目击卡座里面真人在的。那如果不是这么简单的话，那他就很有可能是真影后本人。那请问真影后本人做这一套局是为什么？我们2个侦探先去投了。好，加油，加油，加油！如果你不是100%确定他们一直在你身后的话，那就有可能是人推的；如果你能够确认他们一直在身后的话，那有可能就是他之前弄了一些机关油什么的让他摔死的，因为那个楼梯很高。而且我在想，他做那个事情，他做给谁看呢？其实，在他的眼里的话，首先他被别人约了10点要去那边，然后第二个点是他知道那里你可以看见他。其实就这两个，这是他的点。那么凶手做这件事情，他是为什么？他是激情还是他有计划？我们现在能大概排除谁了吗？我觉得飞饼是一个比较好排除的线。为什么呢？他的视觉里是他今天要去再报仇一次。对，他把真正的多出来那个人再杀掉。对，然后他在第一次作案的时候，其实他就没有顾及太多的东西，他就直接去他家，然后用一个钝器把他击伤了。铁憨憨嘛。对，铁憨憨。然后他今天为什么要做那么多呢？萨，我觉得今天也不太像。今天除了想要当女主角，没有什么故事。对，那就聚焦到陈和欧身上。男的我们有同样的感觉。行吧，我们2搜吧，好吧，加油！我亲眼见到坐在沙发上的人歪倒在了沙发上，尸体瞬移到了1楼。女演员被吊足足15分钟。哦天哪！样貌跟我的太太长得非常非常像。真影后在这个世界上消失了。打开了，有人。是谁？他是谁啊？他是替身啊！那个尸体他不可能再出现了。那会不会是一个新的替身呢？替身还有替身。后面有个手啊！凶手。这里还有个秘密空间。寄生虫吗？危险，勿开！有人！我一定要让你们付出代价。跟我没关系。其实他没死啊！我是真影后。杀死替身的人必须付出代价。他今天晚上是要干掉我的。谁灭了我，我就要灭了他。很高兴说有人杀了他。他要我们自相残杀，毛骨悚然啊！他的意思是要报仇。现实生活中，谁都想快速的获得成功，但凡你看到的云淡风轻的背后呢，实际都是由别人无数的汗水和努力累积而成的。成功它没有任何捷径，事情呢要一件件的做。成功也是一步步走出来的。为了某种利益交换，而非真正的感情去结婚呢？这种所谓的假结婚，虽然不构成犯罪，但是超出了社会的道德标准。所以呢，婚姻的缔结还是要以感情为基础。这种纯属于为利益而结婚，被人发现以后呢，不仅在道德层面上要受人谴责，而且还要承担因假结婚产生的一些损失和风险。我觉得呀，这绝对不是一个诚信的问题那么简单，因为也涉及到一个违法犯罪问题了。从假销量直接导致数据的一个失真，你在欺骗观众，更何况这种数据造假，严重的话还会干扰到公司的一个正常的经营，会涉及到侵权，公司也是可以告你的。人生无捷径，你认真走过的每一步呢都算数，不要抱有侥幸心理，认为自己会是那个幸运儿。只有坚守才能成大器。任何企图走捷径的行为，都会让你在未来付出更大的代价。正如培根所说的，最近的捷径通常是最坏的路。人像视频会发光 ，Reno 探案心不慌。感谢幻彩人像视频 OPPO Reno 5系列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要当名真人，就到 M 城明星大侦探长沙旗舰店即将来袭。
上微博参与明星大侦探话题讨论，说出你心中的 Top One 戏精成员。感谢特别合作媒体微博台网、微博综艺，首席合作新闻媒体新浪娱乐、新浪新闻，战略移动资讯平台网易新闻、网易娱乐、网易谈新社。深度短视频合作平台抖音，新闻客户端合作澎湃新闻、凤凰新闻、界面新闻、一点资讯、Zaker。感谢特别合作智行、达达快送、有道词典、一代驾、映客、好看视频、WiFi 万能钥匙、闪萌、搜狗输入法。网媒支持凤凰娱乐、腾讯娱乐、搜狐娱乐、中国青年网、北青网、环球网、国际在线、千龙网、粉丝网、中国娱乐网、360娱乐、猫扑娱乐、红网、华声在线、新浪湖南、腾讯大疆网、大众网、亚洲娱乐网、熊猫娱乐、亚洲文娱、亚洲影视。